叶晨一句不是保护而是生产，一下子让周围看热闹的宾客纷纷情不自禁地点头。保护某个群体的合法权益，自然是理所应当的。可是，利用各种潜移默化的宣传，大幅增加这个群体的数量，那这就立刻变味道了。而塔瓦纳一直以来都是后者的坚实拥趸，甚至说他是排头兵也毫不为过。以前大家还都觉得他只是对这个群体非常关心，但现在换个角度看问题，他确实在推波助澜，试图让这个群体越来越大。这究竟是何居心，就很难说得清楚了。就连三井良孝此时也不由自主地摸着下巴，一脸若有所思的严肃模样。而他的老婆此刻也忍不住问他的女儿三井新美，新美，在美国真的可以绕开监护人，给未成年做那种改变性别的手术吗？三井新美想了想，低声说道，欧嘎桑，我确实听说过一些类似的消息，应该是美国一部分州有这方面的法律。三井新美的妈妈不由惊呼，什么法律竟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？未成年人还都是孩子，他们本就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，重大事项必须由监护人来把关，他们竟然能把监护人绕开。就算未成年人真的想做那种手术，也完全可以让他们等到成年之后再决定啊。这么仓促为一个孩子做这么重大且不可逆的决定，这究竟是什么动机？简直不可理喻。这个三井新美也有些茫然地摇头说道，我也不太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。不过您说的对，那位叶先生说的好像确实更有道理一些。如此重大的事情，应该让当事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之后再做决定，而不是仓促地诱导他们做出决定并付诸行动。三井新美的妈妈有些愤怒地说道，一个偶像不好好做他的本职工作，每天公开支持这些，我个人实在无法理解。我觉得有必要跟他打个招呼，他在自己的国家怎么宣传，我们管不着也没资格过问。但是在日本，在东京，在三井家族举办的演出上，他绝对不能宣传那些东西。如果今天到场的日本青少年受到他的影响，继而做出将来后悔终生的决定，那我们三井家也有责任。三井新美迟疑道，这个我稍后找机会跟他说一下吧。三井新美的妈妈罕见的用略带责怪的语气说道，新美，你是三井家族的大小姐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影响，最好不要公开和某些人走得太近。我和你父亲这些年从不占任何群体，也尽量不让任何一种运动与我们沾上关系，这是因为世界变数太多，我们可以洁身自好，但我们身边的人未必能够做到。美国这2年已经爆出很多类似的事情，许多道貌岸然的社会精英，背地里其实是无恶不作的魔鬼。一旦你不小心与某些魔鬼曾经走得很近，一旦这个魔鬼被曝光出来，你都是必会受到影响，而你受到影响，三井家族也会受到影响。三井新美惭愧不已地低头说道，欧嘎桑批评的是，新美以后一定会多加注意，不会再与公众人物有过多接触了。此时的崔佛没想到对方会从这个角度驳斥自己，一下子变得无言以对。而一旁的塔瓦纳则明显有些慌乱，眼看崔佛已经哑口无言，塔瓦纳只能硬着头皮说道，叶先生，我想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差距，在美国没人会持和您一样的观点。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心里也知道自己的辩解十分苍白，于是便想着赶紧结束与叶晨的对话，接着便道，叶先生，其实我们没必要为此争论不休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有你的观点，我也有我的观点，我支持 LGBT， 而你是否支持是你的自由，你不支持，我也没资格强迫你支持。我看我们还是不要继续讨论了，你觉得呢？此时的塔瓦纳已经后悔莫及，刚才得到萧初然和董若琳的口头支持，并且有崔佛录制的视频，其实对自己来说就够了，自己不该去招惹叶晨，试图把他也给说服，结果搞得自己在这么多人面前下不来台。
眼见塔瓦纳主动休战，一旁的三井良校也赶紧充当起了和事佬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二位刚才的辩论，实在令我大开眼界。不过今日演出前的派对时间紧迫，我看二位就不要围绕这件事继续讨论了。不知叶先生意下如何？”叶晨无所谓地耸肩一笑，说道：“客随主便。既然三井先生都如此说了，那我这个客人自然没意见。”塔瓦纳终于松了口气，他看向一旁的崔佛，见崔佛默默收起了手机，便更踏实了几分。不料叶晨此时看向崔佛，淡淡道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刚才这位先生应该拍了全程的视频，对吧？”崔佛赶紧摇头说道：“没有，我刚才在手机上看新闻，没有拍什么视频。”叶晨笑道：“没关系，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拍了视频，而且恰好又打算把视频发到网上的话，那我希望你能够做到2点。第一，既然上传，就要上传全部过程，千万不要掐头去尾，那样跟造假没什么区别。第二，我和我身边这2位女士都不是公众人物，所以上传视频电话，请给我们的面部打上马赛克。现在视频网站的上传工具都有 AI 功能，可以一键打码。至于斯维特小姐，打不打是你们的自由。”崔佛沉默片刻，轻轻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的，叶先生，我知道了。”叶晨微微一笑，没再说话。而这时，三井良校的助理快步走到他的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先生，费小姐的车已经进场馆了。”三井良校立刻眼前一亮，开口道：“走，去门口迎接费小姐。”说着，他招呼自己的妻女，让他们也随自己一同过去。至于叶晨和塔瓦纳这边，三井良校一时有些犹豫，他不知是该邀请两方的其中一方，还是邀请他们一起去迎接费可欣。毕竟两人刚才有些针尖对麦芒，气氛属实有些火药味，万一再互相看不顺眼，当着费可欣的面争论起来，恐怕有些不太合适。思前想后，他还是决定邀请叶晨，毕竟费可欣是因为叶晨，他们几个才临时决定过来的，这才是费可欣真正注重的人。于是他便对叶晨、萧初然以及董若琳说道：“3位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不妨一起去门口等候费小姐。”好的，叶晨轻轻点了点头。按理说他是没必要去迎接费可欣的，但费可欣忽然过来，肯定也是给自己面子，自己自然也要投桃报李。随即三井良校又看向一旁的塔瓦纳和崔佛，抱歉地说道：“2位贵宾，请在这里稍等片刻，稍后我来引荐2位与费小姐认识。”塔瓦纳心里也很清楚，叶晨是费可欣的朋友，自己不是，这种时候自己自然不好跟上去凑热闹，于是他便点头笑道：“没问题，三井先生，我们在这等着。”眼见三井良校与叶晨等人走了出去，他便急忙对一旁的崔佛说道：“亲爱的，回头把刚才拍的视频剪辑一下，只留前面那2个女人，后面跟那个姓叶的就不要留了。”崔佛眉头一皱，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：“哦，好。”心里却已经有了自己的计较。塔瓦纳不知崔佛有了别的想法，一脸不悦地嘟囔道：“那个姓叶的真是太过分了，竟然拿非法移民的问题来反驳我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刚才他一直强词夺理，搞得我脑子都转不过来，想不到如何反驳，不知道这些日本人怎么看我。”崔佛下意识地说道：“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塔瓦纳顿时瞪大眼睛质问：“你的意思是他说的对，那我的观点就是错的了？”崔佛点点头，认真道：“我觉得他说的确实没错，我们可以支持性少数群体，但也确实不该大肆宣扬。当我们不遗余力地宣传某件事的时候，肯定会有很多年轻人把这当成一种时尚，刻意向他靠拢。”说着，崔佛又道：“我仔细想了想，这就像我小的时候不知道纹身的具体意义是什么，但那些知名运动员、嘻哈乐手都有很酷的纹身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
纹身是这个世界上最酷的事情，而当时的我最想做的，就是在我的腿上和手臂上搞出大片酷炫的纹身。当时我的妈妈明令禁止，但我还不死心，自己跑去纹身店。但纹身店的老板看我是未成年，又没有监护人陪同，都拒绝了我的要求。我们现在做的事情，对一些未成年人会不会也有相似的诱导作用？你看，现在我们支持那些有性别障碍的未成年人接受性别改变的手术，这和我当年想纹身是不是一样的情况？纹身尚且需要监护人，手术为什么就可以绕开监护人呢？这不合理啊！所以我刚才一直在反思。塔瓦纳顿时感觉遭受背叛，怒斥道：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我为了你坐私人飞机把美国领空飞了个遍，你现在竟然背刺我，说你觉得一个刚见一面的陌生人比我更有道理。崔佛尴尬地说道，情感上我自然更偏向你，可从道理上我确实觉得他说的更对。塔瓦纳冷声道， OK 崔佛，你现在把你的嘴给我闭上，我不想听你说话。什么时候你想通了，什么时候再来跟我说。